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这边向特别来宾沈富雄委员、林亮君议员、黄伟汉先生、赖士葆委员、林涛议员、徐府副秘书长。哎，这个乌克兰蛮可怜的哈，美俄谈判要结束乌克兰战争，也没请乌克兰，也没有找欧盟，所以欧盟呢，大概在前天还大前天就紧急开了一个会议。那在之前呢，这个北约有一个会议呢。那有请这个美国的国防部长去谈啊，国防部长说不可能了，要把以前的那个领土拿回来是不可能了啊。那接着川普也讲同样的话。那现在呢，你谈乌克兰居然不请乌克兰去，欧盟也很关切，也不请乌克兰，也不请欧盟去。但是川普有说，这个将来会找乌克兰去，将来哦。但是现在呢，在沙烏地阿拉伯举行的会议呢，只有双方就是美俄哈。泽伦斯基自己也说，他没有邀请我，那没有邀请我，他们的谈判我怎么能承认呢？哦，所以泽伦斯基也不承认啊。哦，那俄罗斯外长呢，这个什么拉夫罗夫啊，从开始打俄乌战争就是他，美国国务卿换了好几个了，就是拉夫罗夫哦。然后呢，这个拉夫罗夫就去了，所以呢，他要跟美国国务卿 Rubio 见面谈哦。那说呢，还想要全面恢复美俄关系，哦，那美国现在需要俄罗斯干嘛呢？平衡中国。我认为美国是要拉俄罗斯来平衡中国，哦，老美常干这个事情啦。当时呢，就拉中国去平衡俄国，打越战的时候嘛。为什么那时候尼克森要私访这个中国大陆，就觉得俄罗斯影响力太大了，所以拉中国平衡俄国，哦，那后来想拉台湾去平衡中国。现在呢，俄罗斯美俄要跟他恢复关系了啊。哦，那所以呢，这个俄罗斯外长说拒绝领土让步，哦，也不可以让俄罗斯这个欧洲坐上谈判桌。欧洲，对不对？你们都是跟这个乌克兰搞一起的啊，在那边支援他，哦，怎么可以让你欧洲进来呢？不行哦。那他们18号要讨论恢复双边关系，恢复双边关系比较容易嘛。那怎么讨论乌克兰？谈好了，乌克兰也许不同意了，但是你不同意，川普就不给你钱了，不给你钱，你怎么继续打？你光靠欧盟去打，欧盟能给你多少钱呢？不都是靠美国的武器跟美国的钱吗？哦，所以呢，现在为了普丁跟川普双普来铺路啊，而且川普说我很快就会跟普丁见面了，哦，那另外呢，泽伦斯基也很厉害，先去访问沙烏地阿拉伯，先去访问阿联。哦，先去他们呢，就是就近关切美俄的谈判啊。那另外呢，泽伦斯基现在的外卡，那当个外卡都不行了哈。他说我不承认协议。那泽伦斯基呢提出3个条件，泽伦斯基怎么在做白日梦啊？第一个条件，所有的领土都要还我们。那打了几年，那俄罗斯白打了，俄罗斯有可能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让我们加入北约。就是你加入北约，俄罗斯来打你，还可以让你加入北约。北约现在吓死，还让你加入。第3个呢，把普丁关起来。你怎么把普丁关起来呢？怎么有这个可能呢？所以呢，泽伦斯基提的这3个看起来都是他竞选的政见，因为美国叫你赶快恢复选举，去年就任期到了，但是因为戒严在打仗，所以你就恢复。那现在美国说赶快选啊，美国认为你选不上啊。泽伦斯基原来民调支持度90%，现在掉到5%2%了。哦，所以呢，我看起来比较像竞选的政见啊。那这个，而且呢，这个泽伦斯基说，美国跟俄国谈判是想取悦普丁了，而且欧洲军力处于弱势了，本来就是，欧洲都靠美国啊，哦，所以你美国如果现在不出兵不保护你，叫你欧洲自己保护你自己啊，自己增加国防预算，干嘛要美国出钱？好吧，那么川普还打脸泽伦斯基说，俄罗斯他现在想停止战争啊，他没有要扩大威胁啊。实际上，俄罗斯现在也搞了半天，就是占了20%的土地，哦，要继续也不太可能哦。那么打了半天，那英国首相是说呢，欧洲的部队乌克兰部署要美国当后盾了，光靠欧盟是不行的，要美国来。而且说呢，如果将来你们和谈谈成了，我英国愿意派兵。我本来吓一跳，以为英国要派兵去帮乌克兰打仗，不是维和了，哦，要维和哦。所以呢，现在对派兵呢，欧盟也没有共识。我们看一下，大风吹，吹没有位子的人。
美俄的乌克兰谈判前夕，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飞到土耳其，要就埃尔顿总统一起找机会外卡上谈判桌。泽伦斯基接着会飞去谈判的主办国沙烏地阿拉伯，就算他近在咫尺，美俄谈判就是没有他的位子。Україна не братиме, Україна про це нічого не знала. А Україна розцінює будь-які переговори про Україну без України як які не мають результату, і ми не можемо визнавати. 周二谈判在即，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经抵达了沙烏地，准备重启因为乌俄战争冷冻3年的美俄正式对话。同样没有列席的北约欧洲国家领袖齐聚法国巴黎讨论下一步。Speaks to the fact that there was concern, a lot of ruffled feathers here in Europe, a lot of worries about what their continued engagement with Ukraine might look like, given that these negotiations in Riyadh are happening without them. 虽然波兰不赞成，但是英国、瑞典、西班牙等国考虑中战之后向乌克兰派遣维和部队。I'm prepared to consider committing British forces on the ground. 北约欧洲国家派兵能不能吓阻俄罗斯未来不再扩张，恐怕还是得看美国川普政府对北约的支持还有多少。好，那么网络传说了啊，有人说呢，俄罗斯要这个涅伯河以西，换句话说呢，把乌克兰精华地区都要，还同时包括奥德赛。那这样呢，乌克兰就变成一个内陆国，港口都没有了哈。老沈怎么看？我觉得我用很多难听的话，包括毒夫啦、黑帮啦、恶汉啦，去批判这个川普。但是我觉得川普其实是蛮精明的，他就是一个土地的中介商嘛。这种人其实不难对付，只是我们没有这个本事。那现在他的当务之急就是利用他这个 No.1 国家的总统的这个优势，他就要结束这2场战争，以哈跟俄乌。那以哈难呢，还是俄乌难？理论上是俄乌比较简单，以哈比较难。以哈是100年、好几百年的，反正也解决不了了。他那个和平啊，是一个很脆弱的。那他当然不要杰伦斯基在这个第一场就做上来，那就不会成功了。你看杰伦斯基提3个条件，他那个，但你不要听他的，你听他的就不用谈了。任何一个都不可能达到，何况提3个。但是这个川普有讲，这2场战争我结束了以后呢，我就要邀习近平跟普丁来，我们3个人来谈，我们3个人各把军费减1/2。大家都不相信的，但是他乱讲。那老共也不相信，老共你讲你的，你就先说嘛，你先做，你自己实行，不要找我们去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果川普真的做了把这个钱用在国内，我保证老共一定跟进。这个太不容易做到的事情。如果你真的做到了，我觉得诺贝尔和平奖是你的。但是呢，我觉得他这个阿拉伯这个会谈啊，到底会给他怎么样的评价？是加分呢，是减分呢？完全靠这个谈判的结果。乌克兰要牺牲多少？如果乌克兰的牺牲还可以接受，那川普是加分的。但是如果没有办法，而且呢，欧盟对这个乌克兰相挺啊，也是嘴巴讲讲，没有办法。所以我觉得欧盟现在就麻烦在这里，他怕欧盟怕乌克兰损失太多，不是唇亡齿寒啊，他是唇亡面都没有了，整个面子都没有了所以呢，但是呢，我觉得川普也没有那么笨。虽然他可以放弃乌克兰的很多利益，但是也不能太难看了。你毕竟是在这一边的，太难看，你这个脸丢到哪里去了？所以这个很有趣，我们就要等到这个2边的会谈的结果，看看是不是还可以接受，还可以接受的。川普厉害，拉夫罗夫俄罗斯外长其实干了很久了啊。那个老共那个就是老俄都不换人的，老美不知道换了几个这个没有王毅久了。王毅很久，以前你们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个什么格罗米科当苏联外长，一干10几20年呐，民主国家不知道已经换多少人，他就没继续干，所以他很清楚你们到底搞些什么鬼啊。那实际上呢，这个为什么不邀这个欧盟来？因为俄国反对啊，俄国说欧盟这怂恿乌克兰去打这个仗，欧盟并不想乌克兰战争停止啊。就像拜登当时不想让这个乌克兰停止战争啊，反正我也没派兵，我就出一点钱，他们死他们2边的人都有什么相干呢？
那欧盟现在很怕俄罗斯，我也不知道你怕俄罗斯干嘛呢？今天的俄罗斯已经不像当年的苏联了，当年的苏联这个华沙公约，哇，什么捷克啦、波兰啦，什么都在里面，现在通通跑了，只剩一个乌克兰。你欧盟有怕俄罗斯吗？俄罗斯连乌克兰搞了半天3年，也没只打下20%的领土，所以今日俄罗斯已经不是当年的苏联了。所以你怕什么？我也不知道真怕还是假怕。来，施宝兄，现在我们看一下哦，这3年来乌克兰的领土掉了20%，人口跑掉差不多1万人了。那有人讲说，史上来讲的话，死掉大概4万人，包括平民哦。这里面来讲的损失不可谓不重哦。其实损失是相当重的。那现在川普来要介入，他的介入的意思就是你割地赔款了，刚才讲的是那了，变成一个内陆国，割地赔款。现在俄罗斯占的你就给他占吧，然后就停，就变这个样子。当然，泽连斯基是不能接受了。那不能接受，你怎么办呢？所以他就一直讲他筹码什么等等，那个3个条件，就像主持人提到的哈，一个条件这个老美不会要答应了。那川普之所以有这样子来赶这个话很重要，我把它统计了一下，这3年来打了3年了，总共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包括欧盟，总共捐给他们送了2385亿的欧元。那个1欧元大概跟美国差不多了，算美元3000亿美元了，差不多3000亿美元了哈。那3000亿美元，其中的美国占多少？美国占950几亿，所以美国等于占1000亿，占1/3左右，就是1/3弱，比1/3少一点，那就变这个样子。那美国占了这么高的比例，那他就是提出来嘛啊，而且不要忘了，这些钱是乌克兰他的财政支出的87%。也就是说，如果停止的欧元的一个帮忙跟美元的帮忙，他财务怎么办呢？他整个国家可能会通膨会暴涨啦，他的国家可能没有办法运作等等等等。而且他老实讲，他土地还蛮大的，土地是台湾的16倍之多了啊，人口是我们的4倍之多啊。但是问题就变成说，你现在可以看到。人家要谈你的事情，怎么你是叫我们叫利害关系者，结果你不给参与，这个就很像什么？中美要谈台湾问题呀，请问他们在谈的时候，台湾有没有在场？我们要问这个啊，说从乌克兰看台湾，当他们在谈的时候，现在来讲，几乎全世界都有共识咯，是中美共管台湾，那有一点像说。就是美国跟欧盟来共管，和跟要俄罗斯来共管乌克兰一样，几乎一模一样。我想说，那我们到底怎么办呢？你看那个样子，那个泽连斯基人家理都不理，不要让你谈中美关系，在谈台湾的时候，台湾有没有在场？画虾起来，马博兰画虾，到现在为止都不画虾，这个我觉得我们应该紧张了。到底花多少钱呢？川普说我们在乌克兰花了3000亿美金。所以要求你给我5000亿美金的稀土，那泽连斯基现在反对。那又有一说美国支援了这个乌克兰1700多亿美金，乌克兰说哪有，我只收到700多亿，那到底剩下1000亿跑哪里去？被污掉了是？哦，贪污到底谁在贪污？是美国这边污还是乌克兰那边污？那乌克兰的这个本来的他的那个政府纪律很不好的，哦，俄罗斯、乌克兰都是全世界数1数2贪腐的国家，那个钱到哪里去了？休息再回来。美国国务院是一个网站，3年以前曾经突然把不支持台独拿掉了，但是呢很快又放上去了，这中间一定有外交的这个在那边折冲了。老共一定说你要把它恢复啊，那美国说那你要过什么这个条件？老共一定也答应他一些条件那这次又来了，又把不删除台独拿掉了。大陆外交部就说涉台问题立场严重倒退，怎么又倒退了呢？而且呢，今天国台办也说，台美再怎么样勾连折腾，都变不了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另外呢，北京反弹，那我们说重申，我们两国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来就没有互相隶属过那大陆说呢，这个美日韩都要支持台湾参与适当的国际组织。大陆外交部说已经提出严正的交涉那另外呢，这个日本外务省也说呢，日本的户籍栏以前一定要登记为中国，而且
外交部，我们外交部说，一年大概有800到1000个台湾人跟日本人结婚。那结婚以后呢，台湾人就觉得我是台湾啦、为什么非要我的这个户籍栏写中国呢？所以现在这个日本就改了，他说哦，不写国籍，那国籍你哪个国呢？国籍或地区，所以台湾可以住台湾，但是还是变成一个地区啊，所以你这个还是台湾地区啊，哦，所以也并没有因此承认你是个国家啊。那大陆说日本不要搞小动作，哦，日本的法务部长说呢，没有必要回答你啊，这是我们的主权啊，不要管你啊。那另外呢，因为大陆现在台湾人有领大陆居住证的，有领大陆身份证的，有这个在大陆有定居证的，因为很方便嘛，你跟大陆人同等的这个地位嘛，所以很多这个方便啊。所以呢，现在说要重新推动修法工作，这个要把他们纳管啊，你们这人啊要纳管啊。那另外呢，这个路透社也说，台湾考虑向美国采购70亿到100亿的美国武器。我说这样是希望能够得到川普支持。川普不会为你什么70亿到100亿了，就因此怎样了哈？川普最关心的就是要对半导体课税。哦，拜登的做法是对半导体补助，你到美国来设厂，我就补助你。那川普说补助什么？我要花钱补助，我课他重税，他就会衡量了，到底是我到美国来设厂划得来，还是我交关税划得来？你自己去衡量嘛。哦，所以呢，今天我今天认识一些高科技业者，都头痛都已经瘦了，为什么呢？原来认为说我可以到越南设厂，我可以到墨西哥设厂，现在墨西哥也惨了，也要被课税了。所以在墨西哥设厂就想说，我是不是到美国去？但美国很贵啊，美国的成本非常高啊。那原来跑到越南，现在就考虑是不是到辽国啦、到柬埔寨啦、到其他这些国家去，再转移越南。那他们烦恼什么呢？说我原来设一个厂，我是预备30年的，我的折旧什么都算30年摊提啊。那5年现在我就要再跑了，我的成本怎么摊啊？所以非常忧虑哈。那因为企业家他要先想嘛，不能等到川普动作再想嘛。那另外呢，这个说我们呢潜舰可能改特别预算，特别预算就不放在常态预算里面了，所以这样我可以再多买美国一些武器，把潜舰放到特别预算3000多亿放到特别预算里面啊。那国防部也松口，说改成特别预算呢，审慎在评估当中。来，伟汉。因为美国跟日本同时动作，所以你就很难能够不去联想说它是有相关联的。那当然，我们先不用去讨论，就是删掉不支持台独这个字有没有意义？你光是看中国大陆的外交部会生气，就代表说这是有意义的。比较值得关注的是，它会被删除多久？是川普总统这4年都一致下去吗？还是说，就像2022年的5月5号，那时候是拜登总统，他是去日本访问，那个时候他是连续3到4度提到说，我们有承诺我们会防卫台湾。那时候我们讨论很多，我们节目也有讨论。那他到日本去日本媒体在问的时候呢，结果问完之后，5月5号，国务院的网站，We do not support Taiwan independence 这个字眼就被修回来，不到1个月。好，这个是之前的例子，我在这边跟观众朋友报告，就之前曾经拿掉过，但1个月不到就放回来。那当然有没有这个字眼，并不会直接影响美中台关系。可是至少在现在目前美国的态度换了一个总统，还是主张支持台湾 meaningful participation， 有意义参与国际组织，包含什么？包含像 WHA， 包含像其他的，美国会不会有更大动作？那因为这个会涉及到是不是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问题，中国大陆就会跳脚了。日本的那个国籍是这样，我跟大家报告，我们中华民国跟日本断交之前跟断交之后，因为两边一下子承认我们是中国，后来承认对岸是中国，所以两岸的这个华人如果到日本去，不管是结婚涉及，原本都是写 China， 今年5月要改了，就是国籍或这个就是地区，所以他就说你可以写台湾。那因为日本的那个理解比较多啦，我们台湾每年去那么多的观光客，我们在入境卡里面其实通常也就是写这个台湾或是 ROC。比较少，基本上不会写 China， 所以他们其实日本是分得出来的。只是当这个事情中国大陆外交部抗议了以后，美国国务院现在没有时间处理这个嘛，现在马上就要俄乌要去会谈，然后日本方面也没有说，对不起，我们搞错了，马上把它改回来的时候，看起来他是有同时在进行这个动作，就是要把台湾不属于275八决议文，并没有决定台湾可不可以参与国际组织这部分，他把它具象化了。美日并没有不让台湾参与哦，那当然，那中国大陆可能会有施压或者是谈条件。那会不会被收回？比如说日本后来要改回来，或者是国务院的网站就要加回来，这个我觉得后续要值得观察。不过日本还好，它并不是说你是中华民国嘛，它是或是台湾地区嘛。那这台湾地区那这有什么不对呢？
其实你如果到大陆去，你就看到以前哦，港澳台还另外一个关卡，哦，护照的时候你拿这做港澳台，现在这个已经没有了，现在只有中国，你要不要来？你来就是中国。那台湾人想说，哎呀，反正你怎么讲归你怎么讲，我怎么想归我怎么想哦。那但是有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川普哦对联合国其实是很厌恶的，他已经宣布退出 WHO 了嘛，对不对？在这种情况之下，你 WHO 你怎么美国怎么支持呢？那美国以前也是支持啊，但都没有用啊。对，每次讲以后呢，你根本进不了啊。所以美国如果真的能够支持台湾参加一些国际组织，台湾人也都高兴的，没有什么不高兴的。问题是美国做得到吗？对不对？你美国真的在国际上表决，你在联合国表决你也输啊，在任何你都表决输啊，因为老共拉一堆什么亚非拉的那些朋友，那些小朋友，他跟你一样有一票，你美国这么大也只一票，那些非洲小国也是一票啊，拉丁美洲国也是一票啊，所以你美国要怎么样帮助台湾能够加入？所以呢，帮助台湾加入，台湾也没有人反对啊，那加入有什么不好呢？但是问题是你能够帮台湾加入吗？我们看一下，美国国务院修改美台关系事实清单，在涉台问题上立场严重倒退。大陆外交部严正批评美国国务院更新官网中有关台美关系现况的介绍，删除不支持台湾独立字眼，但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回应，这只是例行更新，美国仍致力于一中政策。中国要求美国立即更正，但美国顾问公司分析，文字修正非立场改变，只是川普的外交手段之一。By itself, not having that statement, I don't think changes that point of view. But again, it throws the other side off, right? It puts them on the back foot, or they're not quite sure which foot to stand on. 只是修改文字就让大陆不安，更加速台湾向美国进行军购。And under a Trump administration, like many other agencies, it's there to facilitate a deal. And so it's really about deal making and positioning for a deal. 就在美国国务院修改文字后，路透社就报道台湾正考虑向美国军购，金额高达70到100亿美金，相当于台币2-3千亿元。而台湾也将提出特别预算，锁定精准弹药、防空升级、指挥管制系统等，而内容也包括了岸防巡弋飞弹及多管火箭。一段官网中的文字更动，牵动着美中台三角关系。亮君怎么看？我想在这个时候，当然大家对于这个美日啊这样子的举动，中国当然一定会急着跳脚啦哈。那但是呢，这其实不管说这个美国其实从过去到现在美国对台湾在台湾关系上面的这些用字遣词，老实说从以前到现在从来没有满足过中国的这些要求啦哈。因为对于中国来说，他会认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美方其实过去不管从以前到现在，所有的官方文件或在指示的时候，其实在这些立场上面，美国一直很清楚，它就是 One China Policy。那所以美国在这个立场上，它是非常清楚的。那至于刚刚有提到说，接下来到底台湾在面对这样子的状况底下那有人讲说，那现在呢这个执政团队，我们现在提出说要跟美国再来去采购军购，然后以及编列特别预算等等的那是不是想要对川普政府来示好我觉得这其实从过去到现在，我们对美来采购这些军事的防御性的军事设备，我想这个是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特别去讲这个事情是不是对川普示好，我觉得这没有相当大的关联性，而是我们只是持续的释出说，在军事采购的部分，我们跟美国持续的这个合作关系，我们会继续往下走。那大家所关心说，那川普现在对于这个当然他在晶片上面或对台湾接下来在科技产业，我们台湾会不会有很大的冲击？我觉得接下来就是贸易战了。那这当然有很多的折冲跟谈判。那台积电或者是我们这些在台湾的电子产业会不会受到影响？这接下来恐怕还是得进到税的问题，因为我想美国这个川普总统最关心的就是说，他希望这些制造业能够回到美国，那或者是说在这些税务上面有没有可能，譬如说像欧盟欧洲有些国家就也释出善意，说对美国的这些进口车来释出降低关税的部分。那这些善意的释出，我想也是接下来我们执政团队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欧洲对美国大概都收汽车都收10%以上的关税，但美国对欧洲车只有2.5%，所以川普说怎么可以这样的关税不对等啊？所以他要谈什么对等嘛哈？那美国如果真的能帮助台湾，当然好，我想台湾没有人会反对。问题只是台湾不要变成一个筹码，
就变成老共拿了台湾去要挟大陆，所以你看我现在怎样，那你要不要什么答应我什么条件呢？哦，你答应条件我就改啊，最怕变成筹码。老沈要说什么？我补充一下哈，因为国务院的官网，国务院的老板是谁？是 Rubio 是极度友台的，所以任何改变不会让我们受伤。所以我们你看，我们都讲感谢，继续感谢。那老公就反弹了，但是老公一向反弹的，你怎么改他都会反弹，所以这个很难判断。老公对日本也反弹，他的目的何在哈？那我们最怕的，尤其是绿政府啊，或者是独派啊，或者现在的台派，我们最怕的就是从不支持台独变成反对台独啊！现在两个情况都没了，台独都不见了，那到底好不好？我觉得，如果你要严苛的去检验，看看对台湾不好的地方，我觉得就对这个赖清德政府一再的讲两岸互不隶属啊。如果互不隶属，为什么还要对岸的人民表示同意呢？所以这是他的讲法，就是不讲台独，不碰台独，但是不违背一中精神跟一中政策，但是表示什么？不胁迫就不武，对岸要同意，所以就不能独啊，我们也要同意。所以就不能合同，所以不独不武不统嘛啊！但换一个讲法讲，这Rubio厉害啊，Rubio搞台湾已经搞太久了，他精得很。接下来再回来。